志峰哥，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乱糟糟，现在习近平终于开始操练了。你看到这个画面哦，是他们的公安那种所谓的武警那边操练。我心想，是对美军来操练的吗？不对，是对人民的。但是太奇怪，为什么怕？委内瑞拉的事情、伊朗的事情都跟经济是有关的。如果再搞下去，中国就是下一个要被推翻的。对，这个画面是在哪里呢？是在四川，而四川呢做了一个防暴演习。以前有没有防暴演习？以前有防暴演习，但是呢，我这一次看四川的防暴演习，这个武警的防暴演习呢特别真诚。这次是武警出动，而且呢，你看武警他拿的是什么？他拿的是 L 型的盾牌，部队前进，然后往前压制。最终一句话被民众听到了，他们说：如果你们敢丢砖头的话，那就可以怎么样？开枪射击，他拿枪出来了。对，然后虽然你现在看到的，当然演习是什么？是民众拿这个石头丢嘛，来挑衅嘛。那演习拿的是瓦斯枪、震爆枪嘛。可是呢，很多的网友在讨论一件事情，说会不会这个演习如果真正有需要的时候，拿出来的就是什么实弹射击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演习其实让很多大陆的网友是非常非常的 shock 震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个。所以今天只要有人敢乱在实战上面，公安或武警毫不犹豫枪拔出来。是把你击毙的，因为你看以前城管就是像我们拉来拉去的，还要讲点人情的，这个部队前进就没有什么好讲的。除了这一种用人墙组成的部队以外，你还可以看到这个神兵利器出现了。这个神兵利器，你不觉得这有点离奇了吗？你知道吗？这个大陆网友拍到神兵利器哦，是一个高台，然后呢，民众来抗议的时候，来维权的时候呢，这高台下面可以阻断人群往前推挤，然后呢，竟然是特警直接从上方去抓捕啊！这个画面你知道以前哪里有看过吗？在台中抓张习明的时候，因为张习明那个时候他就是在一个我们讲的透天厝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高台，然后上去抓他。可是张习明那个时候拿的是什么？是长枪。你民众来维权，你可以拿什么？手无寸铁，顶多拿个砖块吧。你那个特警拿这个神秘利器来对付很多民众，讲说天哪，这该不会是有人要推翻政权，然后呢中央来做的一个准备吧？所以呢，现在中共中央的话有3步，什么叫步？第一步是什么？防暴，控制人群的装备，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些梯形棍啊、警棍啊、防爆头盔。可是呢，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神兵利器，恐怕已经不是这样子喽。再来是抓捕和制服装备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你有这些东西的话，你就要去抓人了。对。最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四川的演练已经是致命武器了。如果你今天演习的时候呢，你拿瓦斯枪，你到时候真正的实弹打下去，那是不是人的？那就是会死人的啊！但是看到伊朗这个状况的话，其实真的紧张了。为什么呢？现在来讲的话，四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然后呢，成都有武警的一个演练，然后上海呢，你看 SWAT 特警都出来了。你现在出现的这个特警车的话，代表什么意思？运兵车已经开到街头上面了。以前是要抓特大的重型要犯，你现在对付民众，你有需要这样吗？然后还有这个河南举行的这一个防暴演练，我的天哪，这个看起来比人民解放军的装备还要好哎！这全副武装的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因为他知道解放军恐怕有一些贪腐的问题，所以现在把部队的一些装备全部下到哪里？下到武警去，然后下到特警去了。他们决定打出一个什么新阵容？为什么要把这些黑色特务兵给拉出来？你想想看喽，现在全中国它多少这种维权运动？所谓的维权呢，就是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嘛。你看这个河南郑州，你看这个画面，你会觉得很荒谬哦。明明就是工人被欠薪水，有一家装潢公司，他专门做这种高大上的，然后呢，他被人家欠薪，那你公司被欠薪，你要想办法去追债啊，不是？他发现不对之后，自己当个断点，我就是直接倒闭。那倒闭之后呢，民众跟工人，我是你的员工，你欠我薪水，我上门来讨个说法，讨个理由，合情合理吧？你知道吗？里面的人竟然是拿什么灭火器，直接对着这些工人维权的群众就直接喷洒，直接喷灭火器。我告诉大家，灭火器因为我们跑社会新闻，灭火器它的出速是非常快的。如果你没有带这些防护的话，你直接对着脸推，眼睛是会瞎的。所以这真的是非常愁惨的一个说法。然后另外来讲的话，上海的海银维权也是直接被带走，这个就更无辜了。你知道吗？上海的海银财富，它原本是中国大陆
第3大的民营银行，你想有一天你去民营银行，你去买的理财商品，你以为买的 ETF，你买的联动债，你以为是有国家认证、国家保障的，对，它说倒就倒。这么多人都被拉上车，而且2年多了，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掉的。我告诉你，而且每个都超狠的。上海海银不但没有解决，上海海银的事情还没解决之后呢，浙江又出现了这个浙金中心，这些中心也一样，当初呢是后面有国际担保。大家都觉得说，我来这个地方买个投资理财商品，结果居然没有。没有之后，你总让我上街头骂一骂吧？不行哦，你只要聚集在这里，马上就直接武警部队把你给拉走了。所以呢，现在的状况是说，他们很怕一个情形，什么情形呢？你假借维权啊，这些人是不是真的要维权？对，是要维权嘛。可是呢，旁边如果有人聚集在一起之后呢，一挑拨起来，就像什么伊朗一样。伊朗现在是谁在生气？伊朗也是有资产的阶级的人在生气，所以呢，弄下去之后呢，你看伊朗越来越严重，难怪现在来说的话，中共越来越小心。国正，所以这样看起来，中国在国内现在压力已经非常大，习近平已经怕到怎么样？赶快请这些政报部队赶快出来，而且什么，赶快来演练。但是在国际上，这次脸真的完完全全丢光。我们看到这个。2026哦，最近在网络太红了，拉美最新派对神曲，真的我们要好好来听一下。它里面讲什么？中国是在哪里？你俄罗斯是在哪里？结果你们借口这么多，你们小老弟都出大事了。不是说好了要帮他们对抗美国吗？不是说好了要帮助整个委内瑞拉吗？结果呢，这些人俄罗斯跟中国在哪里？那些共产党在哪里？结果马杜罗现在怎样？被关在美国联邦监狱里面。结果你们全部都不见了。中国跟俄罗斯在哪里？这一首你们人在哪？还有舞步的。所以整个委内瑞拉的心情就是这样：中国跟俄罗斯只是在说大话，根本救不了他们。那现在还有一个国家也很希望中国跟俄罗斯来救他们，但是现在中国是泥菩萨过江，根本帮不了他们。而且川普还跟以色列打起了一场开心果的战争，你有没有想？开心果战争。对，偏偏中国自己的过年是最惨的8年来最惨的过年，所以根本救不了伊朗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现在要快过年了，中国的消费力，我们再来讲中国经济不好嘛，中国经济不好，过年到底消费怎样，能不能救伊朗，其实是很有关键的哦。结果现在智利樱桃其实是中国年货里面最重要角色，你知道现在智利樱桃在中国跌了多少吗？跌了快40%，而且 JJ 级的樱桃就是比较大颗、比较高品质的，现在价格竟然是8年来的新低。你是说以前中国人多爱吃智利樱桃，现在消费降级，我没有钱买了，现在智利樱桃变得更惨了。你知道中国有多爱吃智利樱桃，而且过年的时候特别要吃樱桃，还有一条船叫做樱桃快航。什么叫樱桃快航？你知道吗？是直接从智利的圣安东尼奥港口直接开到上海，为了确保这些樱桃能够在最新鲜的状态送到中国去，对，还有所谓的先进智能冰箱跟物联网的技术，然后全程不可以中转哦。所谓的快航就是直接拉到上海去，中间没有中转，可以23天2万多公里，对，23天就可以到了最好的状态。所以智利樱桃就是过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力最好的一个象征。如果年过得很好，大家都赚大钱。1年可以吃掉一个过年吃掉50几万到60万吨的樱桃，对，整个90%的智利樱桃全部都卖到中国。结果现在这个过年，智利樱桃全部烂大街，因为中国经济可能是8年来最惨的。好，为什么从樱桃要讲到伊朗？现在很希望中国救他吗？伊朗也产另外一个年货里面很重要的东西，叫做开心果，过年一定要吃的。而且开心果，伊朗的开心果是全世界最好的，叫波斯紫衣跟青仁果，这是最好的开心果。对，过去的价格可以卖得最好，而且伊朗1年可以生产30万吨的开心果，是全世界最大的。结果现在一样。中国市场的开心果现在是品质接算，不会再盲目追求高价，所以伊朗想要卖得很高，没有办法。而且现在都玩什么？都是白牌的，像山姆跟开斯克这些白牌促销一样，跟樱桃都陷入了困境。也就是说，中国8年来最惨的过年，可能伊朗想要靠所谓的开心果赚大钱，赚不到了，跟樱桃一样的惨。偏偏伊朗还很需要中国来救他什么？干旱的问题，因为现在伊朗陷入非常严重的干旱问题，结果它整个开心果现在什么状况？它最大的产夫叫拉夫山甲的桑甲这个地方，结果已经产量减少了80%，加上缺水的关系，因为水可以
电力灌溉系统，结果它现在电力只能供应40%，所以整个灌溉系统全部停摆，整个产量减少70%，所以连开心果都种不好。种不好的状况是，中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？没有办法解决，加上美国又制裁伊朗的开心果，它主要出口的地方只剩所谓的中国跟中东这些中亚这些国家，就是这个地方。更严重的是，伊朗农民现在碰到了所谓零日危机。什么叫零日危机？就是它的水存量根本没有超过1天，每天都会面临断水的危机。那断水危机就整个农民要种开心果，因为开心果是一个耗水非常大的农作物，如果没有水，完全没有办法生产。可是偏偏整个伊朗最需要的就是供水技术跟怎么样保存水的技术，偏偏这个没有。那如果中国有这个技术可以帮他的话，偏偏中国又没有相关的技术，所以整个伊朗就陷入更严重的困境。加上你灌溉系统没有办法用，因为没有水就没有办法所谓的发电，很多伊朗还是靠水力发电。结果他现在水力发电一天只有4个小时，那你想要用精准的所谓的滴灌系统去灌溉所谓的开心果的话，非常的困难。所以开心果第一个它没有水了，第二个事情是你没有水的情况之下，它会变得小了，甚至坏了，长不好。第三个，你中国你也没有钱买。第四个，你有美国的制裁。像伊朗的开心果真的都惨了，所以为什么所谓的中国、美国的制裁会影响这么大？加上它技术又救不了它，所以伊朗农民就会走上街头，是因为整个开心果产业快要崩溃，这养活很多伊朗人。偏偏以色列又帮着美国在打伊朗，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个故事哦。开心果是靠什么授粉？你知道吗？靠风在授粉，很多人以为是蜜蜂在授粉，像玉米也是靠风吹让它自然授粉。可是如果风不稳定的话，开心果就会长不好。结果伊朗的生技公司竟然发明一个东西，是用机械来收集花粉，然后就用机械的方式让所谓的授粉更稳定。这以色列非常厉害。结果透过这个方式，加州农民授粉的技术可以增加19%的产量。这个技术非常的厉害，就以色列这个国家还想出来。以色列厉害到什么地步啊？你看，这是无人机的系统，它可以透过无人机的监控，可以知道哪里长得不好，哪里长得好。那借由水精准的滴灌在里面，用 AI 来决定滴灌的系统，所以水可以用得非常的精致。你缺水跟沙漠地方还能长出农作物来。伊朗就是需要这个技术，还有以色列还有很厉害，就海水淡化技术，伊朗也没有相关的技术。所以为什么说真正能够救伊朗啊？其实是以色列的技术。好，偏偏川普就一手拿枪，一手数钞票。什么叫一手拿枪，一手数钞票？我们来看这张图就看得出来，以前美国在禁运之前，它其实是没有种很多的开心果的。它以前美国种的是核桃，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加州很多核桃过来。结果美国透过跟以色列合作，跟灌溉系统技术合作，在2017年，就川普开始上任之后，开始让当年伊朗退出核协议，结果美国大量的发展开心果的种植。那时候没有很多，你看开心果只有10万吨，到现在超过50万吨。2024年已经这样。何况2025，现在已经到70万吨了，已经是伊朗全盛时期的1倍以上了。所以很多人以为，开心果是从哪里来？其实就是从美国加州来的。快乐的川普正在打一场开心果的战争，加上中国又是个泥菩萨过江，没技术也没钱，所以只能看着伊朗，这样陷入这样的困境。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伊朗人唱所谓的中国在哪里，俄罗斯在哪里了。郑梦，现在听起来太讽刺了。我们刚看习近平为什么紧张，把演练做了这么多？现在中国就第一个，我没办法吃饱啊，我的经济差，我钱被坑啦，所以我要去上了街头。就没有想到是，就在中国现在有一款 app， 说死了吗？真的是我像这样死了吗？超难听的，就没想到变第1名。一开始我以为什么跟老人是有关系，要关怀这些独居的老人，就不太对哦。不管是老人或年轻人，都下载这一款 app 了。是没有错，现在中国Apple Store App Store 最多人下载的付费软体就是这个叫死了吗？那当然，这个死了吗听起来名字很晦气，但实际上它非常的实用啊。对，而它也非常的简单，你只要下载，花多少钱下载？8块，咱代表306块。下载之后呢，其实你只要在 App 上面登录你紧急联络人的 email。然后接下来你就每天上去打卡，就跟你那个上班一样啊，每天上班你是不是要打卡？对，那你就每天呢跟你的亲朋跟这个软体报告说，我活着，你活着，我活着。但如果有一天你没有打卡的时候，这个软体就会自动侦测，你有几天没有来打卡喽，我就会发 email
通知你的紧急联络人工，这个人可能出事了，赶快来收尸吧。不是这样听起来，这个 app 要用起来，眼泪都要流下来。对啊，我收到 mail 的时候，可能我的朋友、我的亲人，对，已经就走了，甚至可能发臭了。好，那这个软体当然它还有进阶功能，它还让你连接你的智慧手环。如果你没有脉搏的时候，还可以预警啊哈。那我们刚刚讲这种名称3个字死了吗？很晦气呀。照理说中国人最讲吉祥话，最讨厌这种东西。对。可是呢，你知道吗？在网络上对他的那个 review 一片好评，直接说，哎呀，花8块钱就能让别人知道你还活着。哎呀，这是物超所值啊！那其实这个我们刚刚讲，这个 app 的设计相当简单，你只要没有登录，它就会自动告警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技术门槛不高，你知道吗？3个人创这个 app 只花了1个月，然后花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1000元，1000元人民币，对，按代表大概没5000块啦，对，就创了这个 app。那它上架之后呢，到1月8号，它已经冲到 Apple Store 的什么第一名。好，你知道它现在市值多少吗？大概7000万人民币啦，1000万人民币，快要5000万台币了。他说啊，我甚至想要把10%让给其他的投资人。不是这个 app 根本就是什么？这根本是中国这种经济的缩影，这一种人情冷暖的缩影。这个赚钱，这赚到心会痛的。没错，赚到心会痛哦。但其实你说我们刚刚为什么中国人一直在夸奖这个 app？ 当然他们就是希望有人来关注它哈。那你知道这个的进阶功能甚至还有什么？实在是很难想象哦。我们刚刚讲，它有1键告警，它还有1键收尸啊。他说，如果呢你真的没有呼吸的话，你还可以提前选择你的灵车司机是谁，你还可以选择你的下葬音乐是什么。其实就是一条龙服务哈。那中国真的有这么多需求吗？其实从统计数据上来看，还真的有啊。你来看一下，中国的单身人口已经有2.46亿人，独居户比例高达25%，意思就是说，你知道吗？4户中有1户就是独居啊。对，独居户相当的高。那38%的受访者每个星期的社交频率不到1次，意水工你可能一次都一个礼拜不到1次有跟人家聊天的这个历程啊。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，就会有很多的这样子的独居的问题呈现。对，你刚刚讲我们平常的想象应该大部分都是独居老人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不是哦。我跟你讲，现在中国的独居人口有1/3都是少年人啊，20岁到39岁死了吗？为什么这么多人？对，就不会是老人？没错，年轻人也是一样。年轻人的对，也是要去收尸，没错，很孤单的。没错，他有生存焦虑啊，他觉得不婚然后经济压力工作压力造成他们的身体很大的困扰，所以他们担心随时自己会死亡。那有没有这样子的案例？还真的有啊。其实你看到28岁，吴杰浙江有个28岁的这个男生他在租屋处脑溢血，你知道谁发现的吗？那个房东啦。因为房东说：“哎呀，你好多天没缴房租了。”我去敲门，打开才发现他倒在屋内，都没有任何的反应。紧急送医之后，你知道医生要开刀的时候，应该要征询家属同意，对不对？家属也找不到人啊。所以最后那个手术同意书是医生帮他签的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新出击。